Welcome to Chinese Stories with Miss G. Today's story is The Bee King in Chinese. 蜂王。从前有2个王子借口增长见识，请求国王允许他们到世界各地旅游。然而离开王国后，他们却贪图享受，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，甚至连家也不想回了。他们有一个矮个子的弟弟，也就是3王子，出来寻找哥哥。费尽周折，3王子终于找到了他们。2个哥哥却嘲笑他年轻不懂事，并说应该到世界各地游历，才能增长见识。因为世界很复杂，有很多时候，就连他们这2个聪明人也应付不过来。3王子被说服了，就和2个哥哥一起去各地游历了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了一个蚁巢前。2个哥哥要挖开蚁巢，看看蚂蚁会怎样惊慌地乱窜，以及他们如何搬运蚁卵。3王子拦住2个哥哥，说：我不允许你们给这些可怜的小生命找麻烦，我要让他们自在地生活。2个哥哥没办法，只好绕过蚁巢，继续向前走去。走了没多远，前面出现了一个湖，很多野鸭正在湖面上游来游去。2个哥哥打算抓2只野鸭来烤着吃。3王子再次阻止他们，说：我不允许你们杀害这些可怜的小生命，我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。2个哥哥只好再次放弃了。接着，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前，看到蜜蜂把蜂巢建在了一个树洞里，蜂蜜多得正沿着树干往下流淌了。2个哥哥为了吃到树洞里面的蜂蜜，打算放一把火烧死这些蜜蜂。3王子又拦住了他们，说：我不允许你们烧死这些可怜的小蜜蜂，我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城堡前，里外都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却只见到很多石头人。他们穿过许多房间之后，才看到一扇用3把锁锁住的门。他们透过门上的一个小窗口，看到里面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。他们一连叫了3声，老人才走过来，指导他们找到钥匙，打开锁，放他走出房间。老人一声不吭地把3个兄弟领到了一张华丽的桌子旁，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。等3兄弟吃饱喝足，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休息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第2天早上，老人把大王子叫出了卧室，
把他带到了一张大理石桌前，桌旁立着3块石碑。大王子读了石碑上的碑文，这才知道原来这座城堡被施了魔法，城堡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石头人。要解除魔法，必须完成3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找回公主散落在森林苔藓下面的1000颗珍珠。如果天黑之前没有全部找到，那么寻找珍珠的人也将变成大理石。大王子立即去森林里寻找珍珠了。然而在天黑之前，他只找到了不足100颗珍珠，结果它变成了大理石。第3天，二王子看过碑文后，也去森林里寻找珍珠了，但却因为只找到了100颗珍珠，也在天黑时变成了大理石。第4天，3王子也到森林中去找珍珠，但是在密密麻麻的苔藓下面寻找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根本就无法找全1000颗珍珠。就在3王子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蚁王带着5000只蚂蚁赶来帮忙，终于在天黑之前帮他找到了所有的珍珠，并堆成了一大堆。3王子带着珍珠回到城堡，看到碑文上写着的第2件事是从湖底捞出公主卧室的钥匙。3王子来到湖边，见到了他曾经救过的野鸭。野鸭听懂了3王子的任务之后，立刻潜入湖底，不一会儿就帮他把钥匙捞了上来。3王子带着钥匙回到大理石桌旁，看到碑文上写着的第3件事是从3个长相一模一样的石头公主中找出最小的公主。碑文中还提示，在变为石头人之前，大公主吃了1块糖，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，而小公主则吃了1勺蜂蜜。曾被3王子搭救过的蜂王闻讯赶来了，在3位石头公主的嘴巴上嗅了又嗅，明确地指出了哪位公主曾经吃过蜂蜜。于是3王子也准确地找出了小公主。石头城堡的魔法马上被解除了，所有的石头人都恢复了原形。最后3王子和小公主结了婚，并在小公主的父王去世后继承了王位。The end.